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在去年是没能拿下象征着 LOL 电竞项目最高荣誉的 S 赛召唤师奖杯。如今新的赛季开始 ，LPL 正在准备重新开始，争取在今年拿下好成绩。而在这个过程中 ，LCK 是连续出台了新政策 ，LPL 也是连续遭受了比较大的打击。近日 ，LCK 出台了2大政策，引发了观众热议。LCK 去年是以黑马 DRX 成功夺回世界冠军，并且拿回了世界第1赛区的名号。而在转会期结束后不久 ，LCK 就正式宣布将不再给其他赛区的选手发放超级号。换言之 ，LPL 选手再不能在韩服进行日常稳定的进行训练。非超级号的韩服账号在韩服很容易被封，如果账号一直被封，选手根本就没有好的环境。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国服。国服正在建立超级服，试图帮助 LPL 选手构建一个好的训练环境。而在这条官宣之后 ，LCK 最近又官宣了另外一个政策，就是 LCK 赛区战队青训体系培养选手的最小年龄缩小到12岁。也就是说 ，LCK 那边的青训，只要选手达到12岁，有足够强的天赋就可以培养。这2个政策可以说是让 LPL 赛区遭遇了双重打击，不让 LPL 去韩服训练，会导致 LPL 选手的日常训练质量下降。而 LCK 最小青训年龄变小，此消彼长，会让 LCK 可用的人才数量变多 ，LPL 则和之前保持不变。个人认为 ，LPL 这边如果国服、超级服的建立能够成功 ，LPL 选手其实不在韩服训练也未必会影响很大。但是12岁和18岁的这个差距摆出来 ，LPL 未来就会很难。这第2条政策确实挺狠的，而且这种影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的。LCK 联盟认为 ，LCK 联赛最近2年实力提升和大量新人涌现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 ，LCK 联盟从2020年开始就注重青训的培养，除了 LCK 2队必须参加的 LCK-CL 联赛。韩国赛区还有一个 LCK-AS 联赛 ，LCK-AS 联赛属于3级联赛 ，LCK 俱乐部的训练生队伍直接获得主赛事阶段的名额，而业余队伍则要从入围赛阶段打起。实际上 ，Zeus 和 Warner 这些现 T1 战队的首发队员，他们2年前都是 T1 训练生队伍的成员，然后提升到 T1 学院队。目前 T1 战队的主教练 Benji 去年就是 T1 学院队的主教练，并且负责招募训练生。T1 战队在转会期间也是物色了新的 T1 学院队主教练，并且继续招募和培训新的训练生。在经历了前几年购买成名选手却没有打出成绩的经历后 ，T1 俱乐部非常注重培养新人。换言之，这6岁的年龄差距，在短短几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差距，但是年头一旦变长，比如4、5年之后，差距就出来了。因此，在 LCK 的这2条宣布之后，目前作为观众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还好，最近几年 LPL 的实力还是足以与 LCK 抗衡。未来的事情不好说，就交给未来吧。或许到时候英雄联盟电竞项目没落了也说不准。另外还有一个点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 LPL 赛区其实人才数量并不比 LCK 低，甚至来说是要比 LCK 多很多。但是 LPL 现在的问题在于联赛战队数量太多，体量庞大，就会显得很臃肿。现在的问题就是 LPL 很难缩减名额，还是会出现人才分散的情况。个人建议是，未来 LPL 或许可以考虑缩减 LPL 战队名额，或者说在选手身价普遍降低的情况下，交由豪门俱乐部将人才更多的集聚到几支战队中去，其他队伍达到 LDL 水平也无所谓，毕竟每年出征队伍就4支，这4支战队实力足够强才是最重要。然后就是尽可能的抓紧这几年的机会，更多的去拼冠军，尤其是今年还有亚运会的情况下，如果亚运会能够逆风夺冠，到时候 LPL 等于是以国家队双杀韩国队，完成这个成就可以极大程度上改善2大赛区的评价，证明 LPL 并不差。亚运会4年举办1次，下次是否还有 LOL 项目就说不准了。因此希望 LPL 的选手能够努力一下，争取完成卫冕。世界赛方面，希望 LPL 的头部队伍能够投入更大的努力，中生代和新生代的选手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职业态度，传承老一辈的电竞精神，去努力拼搏。LPL 现在有很多选手不愿意再去大量训练和去追求好成绩，希望这部分选手能改善自身心态，争取再拿到好成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 LCK 出台的这2项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